这个地方很关键的是，我觉得他没有2队以上的大牌，所以我认为在这个 river， 我必须去拿一个很薄的价值，甚至让他 two over 卡或很多其他的可以觉得我没有中很大的牌去转 bluff， 看一下我这里打了多少。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越南岘港打扑克，比赛办在漂亮的5星海滩 Villa 度假村。APT 主赛$1725的报名费，从 Day 1幸运到 Day 4 675人的 Final Table。第9名最少有$1.3万，第1名呢能带走超过$10万奖金。还没看过前几集的，现在记得看这边。这集先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FT 所有的手牌，能否顺利一战夺下主赛冠军荣耀？我们一起看下去。Hello 我是 Neven。这一集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样是 APT 的决赛桌，到底进展会如何呢？然后呢，因为本来这次的决赛桌，其实我打算是2集去跟大家分享完手牌，不过我的剪辑师跟我把我手牌剪辑完，发现哇，将近快要1个小时多快要到2个小时，所以我会分好几集跟大家分享。那在开始之前，如果你没有看过前几集的朋友们，可以看这边你不要错过，记得回去看。这一次几手牌，我觉得在这个期会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有抓炸成功，以及我们有被别人投击。那这些一些想法跟内容，我们跟大家这个影片当中会分享。好，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手牌影片 Final Table APT。好，借这个手牌我在小盲拿10只爱心，我们遇到前位这个日本玩家 Open， 我们双方有效筹码都有大概30多个大盲，对，那我是 cover 它。那这个地方呢，我可以选择3B， 但是高频率的被动跟注，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牌在翻牌后还有不错发展性，再来这日本玩家翻后是比较偏诚实，比较好对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小盲拿10这些输题去做3B， 在对于第一家玩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所以我选择跟注。那此时场上玩家其实来到剩下8个人，我们可以注意左上角这个转播会有一些不同的人数的变化。好，所以我们还是小心打，原因是因为还会演个短码。那这个后面呢，当然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没搞头，他 C 倍我们就盖牌了，所以就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牌我在前位拿到一个 King Queen。好，我们做一个非常标准的开注，好，一路盖到这个小盲玩家拿96输提抵抗。好，他是玩的非常非常宽玩家，因为他筹码很多。这玩家呢，在前面几天我就看过，他会有很夸张的一些跟注，也会有很夸张的操作，甚至拿一些很夸张的牌做3倍。这玩家本来我就会有一些警觉性跟一些认知。那这个后面很单纯，就是我们中了顶队，我们做个小 C 倍的一个非常小的下注，大概1/3左右不到，那对方就盖牌。那他其实这个手牌，他有时候也可以做一个 check raise， 为什么？他有带后门花、后门顺，那又是一个 CL 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也可以做一个非常激进的动作。但是我们是最前面的玩家左右 open， 所以基本上他盖牌也不是个错误。但如果我们是比较后卫玩家，例如说我是一个后面的 hijack 开始开牌的范围，其实他这个牌做个 check raise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我们就顺利抽到这个底次。好，紧接着来这手牌，这手牌我觉得是蛮关键的一手。小小的分水岭，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过程跟一些思维的问题。那我也这边跟大家去做个分享。好，这手牌就是8玩家，当然很标准，他开注。我在大盲拿到10这输题。那我讲过，因为现在场上又有点变化，来到7个人。不过呢，还有1-2个玩家，我印象中都落在比我们短的，大概是20到30 BB 之间，所以遇到这个比较凶的 CL， 我不太喜欢把这个牌放在3B 的 range， 我比较喜欢用跟注去打翻后，因为10这输题呢，我们可以买花买顺，很多的组合可以往下走。好 ，flop 开一个非常舒服的 ball， 就是10 high ball， 不容易去输在这个 button 对到大盲的 range， 所以我们非常轻松的可以先去做个抵抗。对方在这 ball 面非常的标准下注一个1/3多一些的一个注码25万，那我想一想去跟注。那现场很重要的是，建议朋友们跟 online 不一样，是你一定要控制你的节奏，去算底池有多少的筹码，跟你要去平衡你有时候去思考的 bluff， 或者思考一些过程，你不能有中牌跟很快，没中牌 check 很快。那你要透机的时候又想很久，然后有时候你就不平衡，所以你要去把你的现场的 life 的这个节奏控制好。好，我们轻松跟注之后 turn，
来一张往下开的牌都还不错。那对方这边秒过牌，通常秒过牌的这个动作，很多情况都是偏向可以休档或是1对左右的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很关键的是，我觉得他没有2对以上的大牌。什么意思？你自己想哦，他如果是中任何的 set， 或者是 turn 上变成任何的2胚，他很少概率在我们双方有效筹码比较深的情况之下会去秒过牌。对，那你说他中顺子秒 check， 他可能是 nuts， 但我觉得几率也不高，原因是因为他中顺子更想去 value 我们在 flop 的正门花座，或者是顶对，或是更多的一些人支付他的手牌。所以呢，他这个 turn 上秒 check 让我很直觉，就是觉得他很多都是1对左右可以秀到的手牌，甚至是 2 over 卡高张。所以 river 这张3基本上无关紧要。OK， 那除非他是什么牌，他是 A3， 他是 King 3，或是很多比较夸张 3x 左右的 shooty hand 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种在他身上的情况下，我的观察是几率也不高，因为还是有，但是3本来就没有这么多3可以中嘛。但更多其他手牌，我觉得也不会有这么的直觉的 check。所以我认为在这个 river， 我必须去拿一个很薄的价值，甚至让他 2 over 卡或很多其他的可以觉得我没有中很大的牌去转 bluff。那我们来看看我到底这里做什么动作。这动作呢，可以解读叫做 blocking river value bet， 再来否他 bluff 的 bluff catcher， 就是简单一点就是我做一个极小的下注注码。我们看一下我这里打了多少，我这里打了一个，我印象中是1/4还是少一点点，对，我打了一个1/4左右注码。好，那这个注码就是 for value， 那再希望它有 bluff， 我可以变成 bluff catcher。对，因为我们刚刚解读他的这些手牌。好，那他在你会说，我讲的这么完整、那么清楚，为什么我没有秒跟？原因是因为现场时间有限，我必须把我刚刚整个思路，在当下这个临场的这个动态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要去想清楚。因为 Final Table 的每一个筹码都非常的值钱，它可以帮你直接在决赛桌换算成你大概平均可以拿到多少筹码价值。所以呢，其实你在决赛桌的这个 time bank， 你看到桌上的这个小小时间，记得一定要善用，就算用光都没关系，因为关键的底是你总不要出局留一大堆时间也没有什么用，时间这个 time bank 你必须要去善用。那其实决赛桌你要考量不是只有这个手牌，你要考量整个桌况、整个码量、整个对手、整个分布。所以很多的一些关键点都会影响到你一些决策，然后最终你可以拿到长期可以赢到多少的这个决赛桌的奖金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可能每次拿前3名啊，你也不可能拿第1名啊，第1名这个毕竟不是一定能赢到，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的一些细节或一些重点。好，那我们这边就反正就是用了一阵子，想一阵子之后呢，我们往下看。好，我们就放了筹码，跟住，嘿嘿，开起来舒服。收了这个很关键底池，让我们筹码瞬间从200-300万打到现在一路慢慢回来到500多万的这个筹码人生最高峰，在这场比赛的当下。好，紧接着呢，在过了一手之后呢，我在 CO 位拿到10J Shooting， 我输一倍这个目前桌上 CL， 他在海卷。那这个玩家他是打现金桌玩家，他不打比赛的，他好像才玩2次，还是这是他第1次出国打比赛。因为我刚刚有聊过天，而且我在 Day 3跟他同桌将近快要一整天，打了6-7个小时，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跟解读，而且还有坐在我的右边，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天，算非常愉快，就是认识这位新加坡朋友。好，那我这里做3B 是因为，当然我可以打大点注嘛，我打小点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容易做4B，然后翻牌后我觉得有位置又比较好对付他。好，那在这个后面呢，我们装一个 second pair， 但这玩家他有时候做一些很激进的动作，或者很有创意的动作，会对我们有一些很攻击性的进攻。他也知道他筹码多要用优势，所以在这边我的直觉就是我必须要 control 这个底池放在 turn 跟 river， 我觉得是非常好处理的。OK， 而且我们的牌也有机会买到顺子，那我们没有挡到任何的花，所以对方也会更多的买牌去强做，有可能在3张就check raise我们，那我们的牌就会打很重的底池，所以我决定控制这个底池。那对方看到这个6之后，马上跳出来打。那其实这张6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手牌，因为改变结局不大，除非他就是6一对中赛，不然其余的状况就没有影响很大。当然你会说他拿什么86X 输体也有可能嘛，但机会就是
非常的不多。那我们也是在这个 turn 上呢，对方下注的注码，我觉得是非常轻松的，可以去跟注。那当然，我们这里要去思考的东西是说底池多少，跟对方什么样的牌会这样子玩。那我们的手中的牌呢，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所以是你要去思考的东西。对，那当然这边我们想一下之后，好，我们就跟注。那这样 River 8其实是还不错的牌，为什么？其实很好的一个牌啊，原因是因为这个8没有改变到太多战局，除非它是8、9、80这些手牌，那当然变3条。但其余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比的是他的手中比较多的牌有没有 QX 这些手牌。那当然他有一些比我们好的 J， 例如说 KJ、AJ 也是有的。对，那当然他这个 River 最后下注了一个注码，如果他打大一点。当下这么多的刚刚讲这些东西跟临场判断，我其实会比较好去跟注，但是他下一个我觉得这个注码是刚好他打到我心中不想要看到的注码，尤其是我们从前一天打到现在这么久了，将近到现在可以说这么久的时间，我非常保守。对，那当然你们很多人看了说，不管是跑 GTO， 你跑很多过程，其实在这个 River 是非常好去扣的一个手牌，因为它注码很小。你会说底池赔率必须去跟，他有花做可能 miss， 但是我说过他有花，我不觉得他要打这注码，他有可能会 turn 很大的注码 ，River 他可能会很激进，对。但是这个边我觉得我这边想非常非常久，是觉得他在昨天 Day 3。跟以及这个反友刚刚看到我前面有拿对时抓另外一个 CL 很凶的玩家的偷鸡去引诱他，那在我很多牌也不会盖牌，他明明知道我很多牌不会盖牌，在这个爆面之下，我又控制了一条街，又是有位置，所以很大的概率我会让他觉得说我很多情况会跟住，对，甚至可能他认为我搞不好我 S King、S10、A High 都不会盖的情况之下，他还敢下注这个1/3左右 River 的底池这个注码。OK， 会让我觉得说，他很大的概率是 value bet， 就是比我好的 J。对，那当然这边想了这么久，是我的认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玩家在这边的注码，长期来讲，我输的机会是高比较多的。然后我用了超多时间，最后这边我一直跟我心中在一个抗衡啊，真的是一个抗衡。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最后我把一个筹码拿出来的瞬间，但是我的头脑跟我讲说我要改牌，就瞬间的丢了。Never， 你不要盖牌啊 ！Never 跟住，这底池很关键。如果你跟下来了，很快局面可以掌控了。Never 跟住，不要盖牌。你看，我要拿筹码了，跟起来，看。哎呀呀，我的好朋友，新加坡好朋友，心中一定很开心。过个半小时之后的这个直播间看到手牌，但是他后来跟我讲说，我这把炸狐狸可以去靠哪种炸狐狸。OK，Anyway， 反正这把牌你打得好，然后我最后是盖错了，对，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好，那接着这手牌呢，刚好刚刚那把牌结束之后的过隔一圈，我们来大小盲对到了，对，那当然知道他这把牌炸我没有跟到的话，是心中就是会认为啊很可惜或干嘛，所以我觉得也不会，因为长期自己认知是怎么样，但是当然会觉得没有抓对盖错也不是好事情，原因是因为影响到目前的马量状况嘛。但我们马上回到这手，我们继续往下走。好，我们做个 limp part， 我们就是不加它，因为我不想要被它 limp raise 或被一些很激进的进攻造大底池。我们有位置，40BB 还是很多。那刚刚少讲个关键，是因为我们其实盖掉筹码留下来，在这个桌子的 edge 跟这个空间还是很多选择。如果你认为会输的牌，长期去跟是输的话，你在决赛桌损失的筹码永远严重比你赢的筹码来的重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损失的筹码如果大于你赢下筹码来的更重要的话，那你宁可不要去损失太多筹码。那当然你跟对筹码变多，但是你跟错，你会影响到你的筹码掉到很短码的情况之下，而且桌子你是有空间可以去发挥的话，那其实说跟太多不见是好事情。那我们回来这手牌，反正这手牌呢，我们就一路缺到 River 一张成顺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River 必须拿价值，因为我们是2队。然后我打一个River 打一些半怕多一些注码，那你说我刚好被刚刚那把影响吗？多多少少心里小小难受，但是当下也不知道他拿什么底牌，所以我也不认为说我盖错。OK， 所以我觉得这个牌还是有一定的频率要跟，因为大小盲这么刚好你就已经中了，而且在我们马量下差距蛮大的，而且我们 turn check 有时候很多情况对方也不觉得我们8一定会 check turn， 对，所以在这边我觉得势必要去有一定的频率要去防守去跟住，所以最后呢，我想了一下。
好，我们就跟住了，那当然就是输了这个手牌了，所以我们筹码掉到了现在是32个大盲。好，紧接着我们不会因为掉盲或是升盲之后就是很被动，该玩的牌就是要玩，所以我们在7人桌第一家拿到 A5 输体，就很标准的 open， 然后就一路盖到了大盲，就盖牌没有人玩，所以这手牌我们就这样收掉第一次了，维持的马量又再回来一些些。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筹码的分布，其实这非常关键啊，是什么重点呢？其实你打 Final Table， 每一分每一秒，只要一手牌结束，就一定要确认桌上所有马量的状况。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是19个大盲，但是有2个人筹码也很短，在2个9BB， 所以我们现在当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办法先挤进前5名，那让这2个短码死掉。那你可以说很龟，你可以说不敢冲，很怕死。其实我们先不考虑任何的个人因素以外，回到这游戏的本质，你到 Final Table，ICM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切的一个考量点之一，所以我们要依照有多少筹码，多少的当下的一个局势，什么样玩家什么位置去做一个对自己长期可以拿到最多奖金的一个方向为优先。当然你每个都想第1名嘛，但是先把当下打好才是最重要，不然你说你要拼第1名，那我就一直去 gamble， 一直去输赢，会一直很凶，一直投机，或者是去造大怕，那不是这个游戏本质。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看当下的为主，去一步一步来。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往下走。你们看到这个眼神，有网友后来说这个日本的玩家叫做什么加藤鹰格，我是不知道，这不是我取的错，是大家有人这样讲，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这玩家非常 nice 啊。后来我在这个比赛现场结束之后，后来去韩国又有遇到他，我们就有做一些很多交流。他会讲中文，后来他有跟我说 ，OK， 但他当下没有跟我讲说他会讲中文。对，那我们就往下看这手牌。那我觉得很幸运是他坐我左边，因为他真的比较被动，比较不激进。那很诚实，对，所以我大小盲的情况下，我可以limit很多手牌，翻盘后很好跟他处理，所以有这么多的一些故事跟经验，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超级诚实玩家。好，所以在这边呢，很多情况小盲我就会选择很多 limp， 然后进去做一些对抗，就很好去跟他处理。好，那这手牌我们确实因为我们这种 second pair 遇到这么诚实玩家，我不用去放到3条街 C bet， 我放在2条街到1条街，比较容易赢到他的筹码。不然他如果真的有大牌，你就是去自杀。对，那当然我们确完之后呢，我turn上就做一个小的一个 value bet， 那对方这个牌完全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盖牌。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这个算是很幸运是右边玩家他们都没有进攻，所以看到我们虽然20几个大盲，但是剩下后面玩家比我们还短，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开一些比较宽的范围或该玩的牌就要去玩，然后去维持我们的马量。所以我们在8等拿到 QT 输体，当然就是个 open。然后大盲是韩国玩家只有5个大盲，所以他18欧是要抵抗啦，一个BB，就他不抵抗，所以我讲说就是后面玩家我们非常舒服，就是比较被动，比较紧弱，在 Final Table 比较不敢去冒险。比较多筹码玩家在我们右边，好，所以这个手牌我们就这样子，维持马量就赢下来了，让我们马量就是可以至少一直维持在快要300万之间，还有一点竞争能力，在后面拿到关键的手牌的时候呢，还能往下去走。好啊，其实你会发现决赛桌的筹码流动真的非常非常关键啊，每一把手牌都会影响到你不同的这个决策，以及桌上玩家买量的变化，跟你一些策略啊，跟筹码的 ICM 奖金都会非常有大的关系。好，那看到这边的朋友们，基本上我现在应该在越南的惠安打 Poker 郡，Poker 郡结束之后，马上就要到这个河内打的 PT。那希望在这个越南也可以打到非常多的一些精彩手牌跟比赛桌，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更多的精彩内容。想要追踪我更及时状态的朋友们，记得可以看 IG 哦 ，IG 这边有非常多的动态都会及时发给大家，以及分享一些不同的手牌。好，如果你手牌没有看得过瘾，没有关系，朋友们，下一集非常多的精彩手牌，到底我们能打到最后第几名呢？我们下一集见，我是 Navin， 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开小铃铛。我们的筹码到底会一路往上直冲上去，还是说像鱼消费这一路往下坠落呢？下一集你一定不能错过。